捡到前男友丢的彩票时，我只想嘲笑他做白日梦。此刻他正跪在我家门口，说这张中5000万的彩票是他的，只可惜他忘了这张彩票是用我的钱买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分手可以，这些东西你留着吧。他潇洒地摆摆手，转身走了。我蹲在他家楼下，翻着同居3年收拾进纸箱的东西，一张折起来的彩票从他的衬衫口袋里掉出来。我本想丢掉，但看到上面的时间，心里一动，这不是昨天我刚发工资那天吗？掏出手机一查，赫然发现这张彩票是用我的工资卡买的。再仔细一看，购买时间正好是每个月我发工资的那天。我突然想起，这3年来，他总说要精打细算，却每个月都要买彩票。每次我劝他，他都说这是我的零花钱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原来他的零花钱是这么来的。手机震动，是他发来的最后通牒，今晚6点前。把钥匙放到楼下信箱，看着这张彩票，我忽然笑了。与其便宜了这个骗子，不如当个纪念也好。我拍下彩票的照片，准备发个朋友圈，嘲笑他做白日梦。刚打开朋友圈，就看到他发了条动态：今天心情特别好，买了张彩票，总感觉要发大财了。等我中了500万，请大家吃饭。配图是他那张标志性的傻笑。则500万，你的想象力还是这么丰富。我冷笑着退出朋友圈，把彩票塞进钱包。既然是用我的钱买的，那留着当个纪念也不过分。回到家，我打开电视，机械地整理着从他那里带回来的东西。新闻里正好在播报双色球开奖，就在我准备换台的时候，主持人念出的号码让我愣住了。等等，我颤抖着手掏出钱包里的彩票，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对，红球全中，篮球也中了。恭喜幸运儿中得双色球头奖1注，奖金5000万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耳边嗡嗡作响。5000万，不是500万，是5000万。手机又响了，是他的朋友圈更新。我的天哪，中了中了中了！头奖5000万，老天开眼了！配图是开奖号码，评论区已经炸开了锅。恭喜恭喜！天哪，真的假的？财运来了，挡都挡不住。他在评论里得意洋洋，哈哈哈！我就说最近运气不错，这就去把彩票找出来，明天一早就去领奖。我看着他在朋友圈里显摆，手里捏着那张彩票，突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意。原来这就是老天给我的分手礼物。正想着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他打来的电话。我按下接听，电话那头传来他焦急的声音：小满，你今天整理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？看到什么？我故意问。就是一张彩票，我找不到了，你帮我找找。他的语气明显底气不足。彩票？我冷笑一声，你不是说那是你的零花钱买的吗？怎么现在要我帮你找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小满，你听我解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打断他的话，声音里是压抑了3年的讽刺。我刚刚查了下银行流水，这3年来每个月发工资那天都有一笔彩票店的消费，一共36张彩票，加起来也要小1万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这人最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了，你的彩票你的事，我不会多管。我说完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手机疯狂震动起来，全是他打来的电话。我看了眼时间，5点50分，拿起钥匙，我走出家门，准备去楼下信箱还钥匙。既然要分手，那就彻底一点，
至于这张价值5000万的彩票，就算是这3年的分手费好了，反正也是我的血汗钱买的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微信，他发来一条消息：小满，明天见个面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看着这条消息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咖啡厅里，他规规矩矩坐在我对面，西装革履，还打了发胶。要不是知道他的真面目，我差点又被这副精英样给骗了。小满，这样吧，这张彩票是咱俩的共同财产，55分。我打断他的话，共同财产，掏出手机点开银行啊，要不要看看这3年的转账记录？你听我解释。他压低声音，分手是我不对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你也知道我家里条件不好，好不容易中了彩票，你不能，我不能什么？我冷笑。那你是承认这张彩票是用我的工资卡买的？他的表情僵住了。正说着，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冲到我们桌前。陈哥，这就是你说的前女友？他上下打量我，不就一张彩票吗？我陪了陈哥这么久，凭什么这5000万你说独占就独占？我愣住了。好家伙，这是什么剧情？小兰，你怎么来了？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我看着眼前这出好戏，突然明白为什么他会提分手了。原来不是我不够好，是他背后早就有了人。既然都来了，那我问问。我看向那个叫小兰的女人，你知道这张彩票是用谁的钱买的吗？小兰冷哼一声，她买彩票关你什么事？你们不是都分手了吗？分手是分手了。我慢条斯理地喝了口咖啡，但这张彩票是用我的工资卡买的，而且不止这一张。他这3年来，每个月发工资那天都要用我的钱买彩票。什么？小兰瞪大了眼睛，转头看向他。陈哥，这是真的。他急忙摆手。小兰，你别听他胡说，那是我们在一起时。在一起时怎么了？我打断他。所以你承认这3年来一直用我的钱买彩票？那你跟小兰在一起多久了？1年、2年？小兰的脸色变了。陈哥，你不是说你去年才认识她的吗？我笑了。去年？我们可是3年前就同居了。对了，我转向他，每个月房租是不是也都是从我工资卡里走的？他的额头开始冒汗。所以我继续说，你一边用我的钱养家，一边在外面找女人，怪不得每次我说要去你公司找你，你都各种理由推脱。小兰的眼睛开始发红。陈哥，你不是说你单身3年了吗？说要带我见父母的。他慌忙站起来。小兰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小兰一把推开他。你不仅骗我，还用别人的钱买彩票，你也太无耻了。眼看着这出好戏越演越烈，我悠闲地靠在椅背上。3年来第一次，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大快人心。沈小满，他突然拍案而起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这张彩票200万，我分你200万，这可是200万。你平时工资1个月也就1万多，就1万多。我冷笑。所以你觉得我的血汗钱很好骗是吗？300万。他咬牙切齿。300万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你的底线？那我问你，这3年来骗我的钱，你打算怎么还？我不用说了。我拿起包准备离开。这张彩票我会好好保管，毕竟是用我的血汗钱买的。至于你吗？我看了眼还在抽泣的小兰，还是先管好你这边的烂摊子吧。你站住！他抓住我的手腕。这事没完。我甩开他的手。怎么，想动手？要不要报警？正好我也想问问警察，这种行为算不算诈骗？他的手僵在半空。对了，我转身补了一句，以后别叫我小满了，叫我沈女士。走出咖啡厅，
我长出一口气，虽然这场戏很解气，但我知道这个男人不会这么容易善罢甘休。果然，刚走到停车场，手机就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：沈小姐，这张彩票你最好考虑清楚。沈小姐，这张彩票你最好考虑清楚。我死死盯着这条陌生信息，手指微微发抖。这算是威胁吗？深吸一口气，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塞进包里。不能慌，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彩票安全。刚走到车前，就听见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站住！一个陌生的男声。我头也不回地快步向前走，心跳如擂鼓，眼看就要到车门前，一只手却重重地按在了我的肩膀上。沈小姐，我们谈谈。我转过身，看到3个穿着黑色 T 恤的男人，领头的那个留着寸头，手臂上有个骷髅纹身。有事？我强装镇定。陈总让我们来谈谈彩票的事。寸头男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笑。没什么好谈的。我说着就要开车门。不谈也行。寸头男突然压低声音，就是不知道你爸妈住在江南小区的老房子够不够结实。我的手顿住了，他们连我父母的住址都查到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辆红色轿车突然停在了我们旁边，车窗缓缓摇下，露出小兰的脸。她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那几个男人，犹豫了一下，居然停了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她的语气里带着试探。寸头男转头看她，小兰姐，你怎么来了？陈总说。陈总。小兰突然冷笑一声，他还好意思让你们来？他从包里拿出手机，要不要看看他刚给我发的信息？说什么只要我今天配合他，就给我200万。我愣住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小兰直接走下车，你们走吧，就说我已经在处理了。寸头男迟疑了一下，看了看手机，似乎收到了什么消息，这才带着人离开。等他们走后，小兰脸上的强硬瞬间消失，她靠在车上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为什么帮我？我忍不住问。话音刚落，我的手机就疯狂震动起来，一条条信息像雪片般涌入。沈小姐，你好，我是某某日报的记者，听说你抢走了男友的彩票。沈小满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志明的高中同学，他对你那么好，你知道志明现在的处境有多艰难吗？他已经……我的手机屏幕不停闪动，震得我心烦意乱。突然，一条视频通话请求弹了出来，是陈志明。要接吗？小兰问。我点点头，按下接听键。小满，他的声音出奇的温柔。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？我沉默不语。那时候你刚毕业，总是说要开一家花店。我说等我事业有成就，帮你圆梦。他轻笑一声，现在机会不就来了吗？这笔钱我们一人一半，你开花店，我还清债务，皆大欢喜。你威胁我父母的事就这么算了？那是他们太莽撞了。我也是刚知道。他的语气突然变得认真。小满，你也知道我在公司的情况，只要你点头，我立刻撤掉所有人。但如果你执意要闹，那你怎样？我也是被逼的。他叹了口气。你们公司的王总还记得吧？他可是我的铁哥们。你说，如果让他知道他手下的金牌员工私生活这么混乱……我的手猛地颤抖了一下。王总是出了名的保守，最讨厌员工传出绯闻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他突然笑了。对了，还记得去年我们去三亚吗？那些照片如果传出去，我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。他继续说，本来这些都是我们的美好回忆，但如果你非要撕破脸，好了，不说这些。
他又换回了温柔的语气：“明天见面详谈。”老地方，老时间。电话挂断，我的手还在发抖。这个混蛋，这3年我居然一直被他伪装的样子欺骗。别怕，小兰拍拍我的肩膀，从包里拿出一叠材料，你看看这个。我接过来一看，是一沓银行流水单，上面清清楚楚记录着一笔笔转账记录，收款人赫然是陈志明。这些都是我的存款。他的声音有些嘶哑。一开始他说要做生意，后来又说要买房，前前后后20多万就这么没了。我翻着那些转账记录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所以你今天在咖啡厅是演戏？他点点头。我早就发现他不对劲了，今天看到你说的那些，我才确定自己也是被他骗了。我看着小兰，第一次觉得她不再是那个咖啡厅里咄咄逼人的女人。她化了精致的妆，却遮不住眼底的疲惫。其实我早就怀疑她了。小兰点了根烟。上个月她说要做一笔大生意，又跟我借了5万。我去她说的公司地址看过，根本没有这家公司。所以你就查她。对，我找了个朋友帮忙，调了他最近半年的资金往来。他苦笑，这一查不要紧，才知道他在外面还有好几个女朋友，每个人都被骗了钱。我心里一沉，好几个，至少4个。小兰掏出手机，调出几张照片，这些都是我让人拍到的。每个女人都以为自己是唯一，每个人都在往她卡里打钱。我看着照片，只觉得一阵恶心。照片里的陈志明衣着光鲜，脸上带着我再熟悉不过的温柔笑容。身边的女人都不一样，但都带着痴迷的表情。那你今天为什么？眼泪一出，小兰掐灭烟。我是想看看他到底有多无耻，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。他转头看我，他不会轻易放过这张彩票的。正说着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是一条彩信。点开一看，瞬间倒吸一口凉气，是我父母家的照片，拍摄时间显示是10分钟前。照片里几个小混混正站在他们家门口的楼道里。你看，小兰凑过来看了一眼，他又开始威胁你了。我手指发抖，怎么办？报警？我摇头，没用的。这些人现在又没真的动手，警察最多就是做个笔录。小兰沉思了一会，那就兵来将挡。你觉得他现在最害怕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突然明白了他的意思。他最害怕的是他的真面目被揭穿。对，小兰露出一个冷笑。他现在不只是想要钱，更重要的是不能让其他女人知道真相，否则他的事业就完了。我接过他的话，小兰点点头。所以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什么交易？我可以帮你保护你父母，也可以帮你对付他。但是他顿了顿，我要1/10的奖金。我看着他，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也想看着他倒霉。他的眼神变得锐利。这个男人毁了太多人的生活。我还在犹豫，手机又响了，是陈志明发来的视频。画面里那几个小混混正在我父母家门口比划着什么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要不要见个面谈谈？他的声音透着志在必得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看向小兰，说吧，你有什么计划？小兰笑了。你听说过美人计吗？就在这时，停车场的灯突然全灭了。我和小兰同时警觉地望向四周，黑暗中传来了脚步声，不止一个人。别怕，小兰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，这是我安排的。灯光重新亮起，5个西装男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为首的中年男人拿出一张名片，沈小姐，久仰，我是安城调查公司的总经理，我们接到小兰小姐的委托，调查陈志明这个案子已经1个月了。我看向小兰，
他冲我眨眨眼，这才是我的底牌。怎么样，要不要合作？这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小兰看了眼四周，示意换个地方谈。私人会所里，李总打开了一份资料。陈志明最近资金周转出了大问题，他欠了地下钱庄将近2000万。这次盯上这张彩票，就是想借机翻身。我心里一沉，2000万，难怪他要不惜一切代价。正想着，手机又响了，是一条彩信。打开一看，我的手一抖，是我父母家的监控画面，几个小混混正在楼道里晃悠，时不时朝着我父母家的方向指指点点。别担心，李总立刻打了个电话，行动。10分钟后，监控画面里几个便衣迅速控制住了那些小混混。但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是陈志明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他的声音里带着志在必得。这样吧，明天上午10点，咱们见个面，好好谈谈。我看向小兰和李总，他们递过来一张纸条，同意见面。好，明天见。挂掉电话，我们正要商量对策，李总突然接到消息，不好，那些混混被人保释走了，而且都翻供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收到一条新消息，是视频直播链接。点开一看，我的心沉到谷底。只见陈志明正站在电视台门口，一脸悲痛地对着镜头：“陈先生，请问这张彩票是您购买的吗？”“是的。”他的声音哽咽，“这张彩票是我精心挑选号码买的。那天我感冒发烧，特意拜托小满去买。谁知道？”他擦了擦眼泪，“我本来打算中奖后给他一个惊喜，弥补这些年对他的亏欠。”镜头给了个特写，我看到他眼眶居然真的红了。这个男人的演技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那您现在想说什么？记者追问。小满，如果你看到这条新闻，他直视镜头，我知道这3年来是我做的不对，但是我们的感情难道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我关掉直播，只觉得一阵反胃。然而这只是开始。半小时后，各大自媒体的通稿铺天盖地，千万彩票得主的情感纠葛，谁说爱情无对错？独家证人现身说法，彩票确系男方购买。知情人爆料，女方早有预谋或涉嫌诈骗。我的社交账号瞬间被攻陷，无数陌生人涌入评论：贪心女人，还不快把彩票还给人家？原来是用男朋友的钱买的彩票，也好意思霸占？可怜天下有情人，何必为钱伤透心？更可怕的是，我的老同学朋友们也开始被他收买。小满，我觉得你这次做的真的不对，他再不好也是你男朋友啊，大家有话好说，何必闹到这个地步？手机响个不停，我干脆关机，别理他们。小兰和李总几乎同时开口：“我没事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既然他想玩舆论战，那就陪他玩到底。李总点点头，他这是在造势，为明天见面施压。我知道，我笑了。你手上有他用你的工资卡买彩票的证据，对吧？李总问。我点头，很好。小兰突然露出一丝笑意，既然他想玩，那我们就陪他玩个大的。他拿出手机，调出一段录音，这是他昨天在咖啡厅说要分我200万的录音。你猜，媒体会对一个前科累累的诈骗犯编造的偷票故事感兴趣吗？我看着他，你早就以防万一嘛。他耸耸肩，不过现在还不是用这些的时候。明天见面，你按我说的做。第二天早上9点半，我坐在咖啡厅里，手指不停地敲打着桌面，放松。耳机里传来小兰的声音：“记住我们说的，不要让他察觉异常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
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咖啡厅里人来人往，没人知道我包里装着一张价值5000万的彩票，也没人知道此刻至少有3个暗访小组在监视着这里的一举一动。9点55分，陈志明准时出现了。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似乎特意打理过发型，走路带着一股志在必得的气势。小满，他在我对面坐下，脸上带着我曾经最熟悉的温柔笑容，叫我沈小姐。我冷冷地打断他：好，沈小姐。他无奈地笑了笑，昨天的事是我不对，那些人太莽撞了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们了。所以我想和你好好谈谈。他压低声音：这张彩票不如我们平分2500万，对你来说也是一笔巨款了。我忍住心中的讽刺：就这么简单？当然。他热切地凑近，而且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你的生活。你父母那边我也会安排人撤走。等等，我打断他：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不同意，你就要继续骚扰我父母？耳机里传来小兰的声音：很好，继续说。陈志明脸色一变：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什么？我冷笑：只是想用威胁的方式拿到这张用我的钱买的彩票。他的表情瞬间阴沉下来：沈小满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这2500万是我最后的让步。让步？我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：你确定要跟我谈让步？他接过文件，脸色逐渐变得煞白。那是我这3年来的银行流水明细，每个月工资发放日的彩票消费都被标注出来。现在我们来谈谈你的让步吧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掌控局面的快感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嘈杂声从咖啡厅门口传来，我们同时转头看去，一群记者举着摄像机冲了进来。陈志明脸色大变：我也愣住了，这不在计划之中。陈先生，一个记者冲到我们桌前：请问您昨天说的彩票被盗一事是真的吗？陈先生，据说这张彩票其实是用您前女友的钱买的，您对此有什么回应？陈先生，人群中我看到小兰惊慌的眼神：这不是我们安排的记者，那么是谁泄露了今天的见面？就在这时，陈志明突然抓住我的手腕：跟我走。放开！我挣扎着，却被他拽离座位。都让开！他冷着脸拨开记者。混乱中，我的包掉在了地上，一张纸片从里面飘了出来，一张带着折痕的彩票从包里滑出，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。陈志明松开我的手腕，猛地扑向那张彩票，我也下意识地伸手去抓。记者们的镜头对准这一幕，闪光灯此起彼伏。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彩票的瞬间，一只手先一步将它抄走。是小兰，她举着彩票，冷冷地看着陈志明：真狼狈啊，陈总。陈志明的脸瞬间扭曲：把彩票给我。给你。小兰笑了：你确定要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抢彩票？他这才意识到周围的情况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这事跟你无关，把彩票还给我。无关。小兰突然提高音量：你骗了我20多万，现在跟我说无关？记者们的摄像机瞬间对准了他。陈志明慌了：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。小兰从包里抽出一叠银行流水：要不要我把每一笔转账记录都读给大家听？我看着这一幕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小兰根本不是临时起意，她是故意的。她要的不只是钱，更是一个彻底报复的机会。陈志明后退一步，额头开始冒汗。这时，一个西装男人挤进人群：都让一让，我是陈先生的律师。律师？
我看向小兰，她也是一脸困惑。这不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陈先生不接受任何采访。西装男推开几个记者，转头对陈志明低声说了什么。陈志明的表情突然放松下来。小满，你真的要这样做吗？我警惕地看着他。什么意思？他整了整领带。你确定这张彩票是用你的钱买的？要知道，这3年来的房租、生活费可都是我出的。按照共同生活财产的法律规定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打断他。他露出胜券在握的笑容。这张彩票是我们共同生活期间购买的，即便是用你的钱买的，按照法律规定，也属于共同财产。我愣住了。他说的对，这确实是个法律漏洞。所以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得意。要么我们私下解决，要么就走法律程序，你选吧。小兰把彩票递给我。别怕，我们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陈志明突然扑过来，一把抢过彩票。保安，保安！他高喊着，有人偷我的彩票。在一片混乱中，我看到他脸上闪过一丝狰狞的笑意。保安，这是我的彩票。陈志明紧紧攥着彩票，一脸胜利的笑容。眼看着保安朝我们走来，我反而冷静下来，抬头看着陈志明。我笑了。你确定要这么做？他愣了一下。什么意思？我掏出手机，调出一段录音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要不要见个面谈谈？500万，这是我最后的让步。是他昨天威胁我时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我看着他瞬间僵硬的表情。这段录音我已经发给了我的律师，如果我今天出了什么事，他明天就会去报警。你说这是共同财产？好啊，我继续说。那我们就从头查起，这3年来的每一笔收入支出全都查个清楚，包括你是怎么用我的工资卡买彩票的，又是怎么……够了！他打断我的话，脸色铁青。周围的记者们更兴奋了，镜头对准我们的脸，话筒伸得更近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：“都让一让，是李总。”他带着2个警察走了进来。陈先生，李总冷冷地说：“关于你涉嫌诈骗的案子，我们需要你协助调查。”陈志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你们没有证据？没证据。李总笑了。那这些呢？他拿出一份文件。你用沈小姐的银行卡购买彩票的记录，你威胁她的录音，你指使他人骚扰他父母的监控视频。陈志明握着彩票的手开始发抖。现在我走近他，我们重新谈谈这张彩票的归属问题。他死死盯着我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？不，我摇头。是你给了我准备的时间。要不是你威胁我父母，我也不会这么快找到帮手。他突然狞笑起来。那又怎么样？这张彩票在我手里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话音刚落，小兰突然上前一步，从他手里抽走了彩票。你是说这张吗？陈志明愣住了。我接过彩票，在灯光下仔细看了看。真可惜，这是复印件。什么？他一把抢过彩票，表情瞬间扭曲。这不可能，原件在我律师那里保管着。我说，你以为我会带着真的彩票来见你？他的脸色由白转青，又由青转红。沈小满，你别得意，这事没完，我一定会怎样？警察打断他的话。陈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看着他被带走的背影，我长出一口气。这场噩梦终于要结束了。小满，小兰拍拍我的肩膀。你还好吧？我转头看他。你怎么知道我手里的是真彩票？他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。我赌的就是他太得意忘形，不会仔细检查。我也笑了。这个男人终究栽在了他的贪婪上。1周后，
我终于拿到了兑奖通知书，恭喜！李总递给我一杯咖啡。陈志明已经被刑事拘留了，除了诈骗，还查出他参与过几起非法讨债案件。我端着咖啡，看着窗外的阳光。他这次能判多久？按现在掌握的证据，至少5年起步。5年，我笑了笑，这大概就是最好的报应了。对了，李总递给我一份文件，这是调查费用清单。我打开一看，数字并不大。这段时间，李总他们的付出远不是这个数字能衡量的。谢谢，我郑重地说。不用谢我。他看了眼门口，要谢就谢他吧。小兰正好走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材料都准备好了，你随时可以去领奖。这段时间，要不是他帮忙，我可能早就被陈志明的手段打垮了。谢谢，我由衷地说。行了，他大大咧咧地摆摆手，咱们说好的，帮你是帮你，该给我的报酬可不能少。我笑着点头，放心，说好的数字1分不会少。那就好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你打算怎么处理这笔钱？我想了想，先还清父母的房贷，然后可能会开个小店，做点自己喜欢的事。不错的选择。他端起咖啡，不过你得小心点，这么大笔钱，肯定会有人打主意。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。这几天已经有不少亲戚找上门，说什么要帮我理财投资。放心，我笑了。经过这次，我算是看清楚了，看清了人性，也看清了自己。对了，小兰突然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调查陈志明吗？我摇头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。他放下咖啡杯，去年我有个朋友就是被他骗的，不仅骗了钱，还差点赔上了命。什么意思？他让我朋友借高利贷，说是投资，结果钱被他卷走，我朋友差点被逼得跳楼。他的眼神变得凌厉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开始调查他。我愣住了。所以你接近他？对，就是为了收集证据。他笑了笑，没想到会遇到你。那你当时在咖啡厅是演戏？他耸耸肩。不过看到他那副嘴脸，我也是真的生气。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所以你其实不需要那份报酬。需要啊。他眨眨眼，这可是我的辛苦费。我们相视一笑，突然发现这场荒诞的经历意外地让我收获了一份真诚的友谊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问他。继续做我的侦探啊。他站起身。这世界上还有很多像陈志明这样的人渣，总得有人收拾他们。我看着他潇洒的背影，忽然觉得这可能就是生活最大的讽刺。有时候你以为是噩梦的开始，却成了转机。1个月后，我在城南开了一家花店，不大，但是装修得很温馨。偶尔会有人认出我，问起那张彩票的事，我只是笑笑，继续修剪着花枝。前几天，我收到了法院的判决书，陈志明因诈骗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，并处罚金20万元，活该。小兰看到消息后，给我发来这2个字。我把判决书夹在日记本里，这一页就此翻过。生活还在继续，但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容易被骗的傻女孩了。有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不是那张彩票，我可能还被蒙在鼓里，继续过着被欺骗的日子。这么想来，那张彩票还真是个转折点。不过最重要的不是钱，而是它让我看清了很多事，看清了人性，也看清了自己。花店的风铃响起，又一个顾客走进来。老板，要1束百合。我抬头，阳光正好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